30分钟听完一本书。今天我们听《鬼谷子》，你要是在书店或者某宝上随便搜“鬼谷子”3个字，10本书里有9本都会告诉你，这是一本教话术、教权谋、教你怎么读心的古代成功学。你甚至都不用点进去看，光看封面就知道，10有8九是黑底金字，那种油光锃亮的烫金效果，标题特别大，通常还要配一句副标，比如读懂它，让你一句话镇住全场，或者真正的高手都藏了这本书在枕头底下，他就侧着摆在厚黑学和人性的弱点这些书旁边，卖给那些觉得自己在职场被欺负了，或者跟老婆吵架永远吵不赢，想学点心机的年轻人。说实话，每次我看到这种封面，我都想顺着网线过去撕烂他们。咱们千万别被这帮封面党骗了，因为你一旦真的坐下来读原文，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怪的事。这本书通篇压根没教过你一句话术，一句都没有。鬼谷子这个人教出了苏秦和张仪2个战国顶流的大嘴炮。这俩人，一个配6国相印，一个把楚怀王忽悠得团团转。按理说，能教出这种弟子的老师，自己的书里应该全是变数，对吧？结果不是，他的书一字不提怎么把话说得漂亮，他反过来在教你的是一套极度冷酷的信息学，怎么当一个不透明的人。你可能还不信，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明白了。苏秦当年第一次出道，年轻气盛，跑去游说秦惠王，讲得天花乱坠，结果秦惠王不买账，把他打发走了。他灰头土脸回到洛阳家里，被家里人冷暴力，老婆不抬头，嫂子不做饭，爹妈不跟他说话。他没吵没闹，没继续出去证明自己，而是把门一关，在家闭门读书，读了1年，1整年，一个字都没对外说。等他再出门的时候，配6国相印，把秦国堵在函谷关外整整15年。你信不信？把他送上6国相印的不是他那张嘴，而是他闭上嘴的那1年。咱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鬼谷子这个人。鬼谷子这个人其实是个传说，他的真名历史上没有定论。有人说他叫王许，有人说他姓王名禅，反正都是后世附会。真正可考的只有一个身份标签，他是苏秦和张仪的老师。苏秦和张仪是谁？刚才提到了，我多说2句。战国后期那个大乱局里，真正在台面上玩转所有诸侯国的，就是这2个人。一个配6国相印，合纵抗秦；一个反过来搞连横，靠一张嘴忽悠楚怀王，硬生生把合纵联盟的一条腿给整瘸了。这2个人把整个战国的外交格局当沙盘一样推来推去。然后你看他们的老师鬼谷子，却隐在山里，没人知道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。他留下的书就叫《鬼谷子》，薄薄10几篇，放今天能当手册翻完。但你翻开这本书之后，就会遇到一件很怪的事，全书没有一句教你怎么把话说得漂亮，没有口才训练，没有话术范本。他反过来花了大量的篇幅在讲另一件事，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该闭嘴，以及闭嘴这个动作背后的整套力学。我第一次读到这儿的时候，脑子是懵的。一个教出了苏秦张仪这种嘴皮子子弟的人，按道理全书都应该在拆变数才对啊。结果他不，他反反复复在讲一个词，百合。百就是打开，合就是关上。这根本不是在教你怎么说话，是在教你怎么当一个不透明的人。这事儿放到今天什么意思？咱们现在的职场里，每天都在被一种声音裹挟，你要多表达，你要多汇报，你要向上管理，你要让领导看见你。公司内训课也好，职场公众号也好，短视频讲师也好，全都在推同一个方向，开口开口再开口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把这些话执行成了一种极端的行为，把自己彻底说透。而鬼谷子用2000多年前的视角，其实在给你提另一个框架。在你把自己说透的那一刻，你手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没了。那这个最值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
为什么鬼谷子的徒弟们一张嘴能叱咤战国，而他自己却躲在山里闭嘴？他真正想教的那个东西，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职场沟通有什么根本区别？咱们用5个议题一层一层拆。鬼谷子第一篇叫百合，全书开篇的第1个字就是百。他讲的其实是一个极具体的动作，在你开口之前，先判断这个场域是阳还是阴，这里现在是可以放话的环境，还是应该收话的环境。鬼谷子原文是这么说的：百之者，开也，言也，阳也；合之者，闭也，默也，阴也。你听这句话的结构，他把开口说话直接定义成一个阳性动作，把闭嘴沉默定义成一个阴性动作。这2个不是道德高下，不是说说话就是正面的，沉默就是阴暗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讲的是功能不同，像开关一样。开关这东西，关键不在开或关，关键在你知不知道现在应该在哪一档。绝大多数人败在哪里？败在他们根本没有档位这个概念，他们只有一档，开。不管进什么房间，见什么人，他们都在开。我以前认识一个同事，人特别实在，什么话都掏心窝子说，开会说，私下聊天也说，跟客户也说，跟对手方也说，甚至跟新来的实习生也说。他自己觉得这叫真诚，这叫我这个人很好相处，甚至有点为此骄傲。后来公司重组，他是第一个被边缘化的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不努力，他的能力在那个组里算中上，也不是因为他得罪了谁，恰恰相反，他跟谁都合得来。真正的原因是，他在整个组织里是完全可读的。老板知道他的底线，同事知道他的顾虑，对手方知道他的方向。一个完全可读的人，就是一个可以被完全预测的人。可以被完全预测的人，在任何博弈里都是最先被交易掉的那个。因为你对一个人所有的信息都掌握了，你跟他博弈就没有任何风险。没有风险的交易对象，就是可以被低价处理的交易对象。鬼谷子讲百合讲的到底是什么？讲的是信息输出的节奏。你开口的每一秒都在往外放信息，你闭嘴的每一秒别人都在给你放信息。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不对称交换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在交换什么，他们以为自己在表达沟通，展现自己，听起来很积极，对吧？但本质上，这些好听的词背后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经济事实。你单方面在输出价值，还觉得自己赚到了。咱们现在反观一下职场，多数人是反的，他们的默认档位是开，开会要开，群里要开，汇报要开，1对1也要开，下班喝酒还要开，家庭聚餐应付长辈也要开。他们觉得关是失礼，是冷漠，是不合群，怕一旦沉默下来，别人就会忘记自己，忽略自己，在机会面前跳过自己。但鬼谷子告诉你，关不是冷漠，是节能。你把嘴闭上的那些时刻，你在做一件事，积累别人对你的误判空间。这个误判空间就是你在这个组织里的不可替代性。我重复一遍这句话，因为它很关键。你把嘴闭上的时候，你在制造的是别人对你的误判空间。这根本不是多听少说的那种鸡汤建议，是信息输出节奏的硬核定义。好，接着讲第2篇。鬼谷子的第2篇叫反应。这个篇名很有意思，反是反复，应是回应，合起来就是反复的回应，但不主动给信息。他在这一篇里打了一个比方，说这个过程像钓鱼，你不说话的时候，别人会像鱼一样上钩，把自己的想法、意图、底线一点一点吐出来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投饵。什么叫投饵？说一句模糊的话，或者抛一个开放的问题，然后等对方自己把信息填进来。原文是这么写的：欲闻其声，反默；欲张，反敛；欲高，反下。你听这个节奏，想让对方说话，你先闭嘴；想让对方展开，你先收敛；
想让对方爬高，你先蹲下，全是反的。他不是在教你一套话术，他在教你一套力学。就像你要往下压一个弹簧，你得先往上提一下，物理反过来了，但方向对了。这段话的本质是什么？是信息差的经济学。咱们讲一个特别具体的场景，你是一个项目经理，跟一个你不太熟的合作方开会，你想知道他们的预算是多少。普通做法是什么？直接问啊，你们这个项目的预算大概多少？对方大概率不告诉你真实数字，他会给你一个官方的、模糊的、带有试探意味的答案，比如具体还要看方案，预算这边还在走流程，我们老板那边的意思是综合考虑，全是虚的。你只能换个角度继续问，问不出来，你就开始自我暴露。我们这边做这种项目通常需要多少多少钱，我们团队配置是这样这样，我们的报价区间在这里。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在往外输出信息，而他什么都没给你。会议结束后，你发现一件事，你对他的报价判断比开会前没有多多少，但他对你的底价判断已经清清楚楚。现在我们换一种方式，鬼谷子式的方式。你不直接问预算，你先抛一个行业区间出来。你说，听说你们这种规模的项目，市场上一般预算在200万到500万之间，具体到你们这边要看情况。然后你停下来不说话，你就安静地看着他，稍微带点笑意，像是在等他回应。对方会怎么反应？90%概率他会接话。其实我们这次预算比较紧，可能或者我们这次能走的预算大概在，或者本来我们申请的是多少多少，但审批那边给砍了。他一开口你就赢了，因为他给出的每一个字都在缩小你对他的不确定性，而你给出的话是故意的模糊带，你放了一个大的区间，然后让他来为自己精确定位。这就是鬼谷子说的那句，以象动之，以报其心。用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撩他，他会用真实的东西回报你。你注意这个过程，你开口了，但你开口的内容没有价值，因为那是公开信息，网上随便查。他开口了，但他开口的内容价值巨大，因为那是他的内部数字。同样是开口，价格可以差10倍、100倍。可职场里大多数人不干这事儿，他们上来就直接问，问不出来就自我暴露，自我暴露换不到信息就更努力的暴露。他们以为自己在推进沟通，实际上他们在单方面倾销自己的底牌。这事放到汇报场景同样成立。你跟老板汇报项目，把你所有的分析、所有的顾虑、所有的方案 ABCD 全说出来。老板听完之后会觉得你很认真，他会说不错，辛苦了，这个想得挺全，但他对你这个人的判断也就定型了。这个人的思考深度我已经看到了边界，下次我想做更难的事，大概率不会想到他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你不努力，是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全貌展开给他看了。他看完了，脑子里对你的文件就归档了。这位同事思考深度到这里为止。反过来，另一种人汇报只说一半，关键结论给你，底下的推理一带而过。老板想往下问，他才接着讲。老板不问，他就不主动补。这种人给老板留下一种感觉，他好像还有东西没说完。这个没说完的感觉，不是故弄玄虚，不是傲慢，不是不配合，它是一种非常精确的能见度管理，露出冰山的10%，让水下的90%保持未知。这个没说完的感觉，就是他在老板脑子里的续航能力。老板不是笨，老板知道前者和后者可能准备的东西一样多，但他在分配决策资源的时候，会天然把还没见底的人放到更高权重。因为职场的本质不是实力陈列，是预期管理。这句话你可能要停下来想一下。职场的本质不是实力陈列，是预期管理。所有你以为的表现自己，本质上都是在管理别人对你的预期。而管理预期的方法，不是让别人看到你全部的实力，而是让别人相信他还有很多我没看到的。
所以这一段我想让你带走的金句是：说出来的信息都是你付的账，听到的信息都是你挣的钱。话多的人忙到死也原地踏步，话少的人轻描淡写就爬上去。他们玩的根本不是同一款游戏。接着讲第3篇，揣。鬼谷子在揣篇里有一句话特别扎心：故计谋之用，公不如私，私不如节，节而无隙者也。意思是，谋划这件事，公开讨论不如私下讨论，私下讨论不如彼此绑定，绑定到让人看不出缝隙的程度。关键词是看不出缝隙，放到现代职场就是低可读性。你作为一个职场个体，你的价值结构是什么？是2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可见的产出，你交付的项目，你做出的 PPT， 你写的报告，你完成的 KPI 数字，这些是显性的，是可以被量化的。第二部分是不可见的黑箱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判断路径，你的资源网络，你在其他地方的布局，你对公司内部政治的真实看法，你对老板真实性格的判断，你认识哪些关键人物，你过去遇到类似问题是怎么解的，这些是隐性的，没办法被精确观测。产出这个东西可以被复制，找另一个能力相当的人照着干就行，同样的 KPI 换一个人一样能完成。黑箱这个东西复制不了，因为别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怎么复制。所以你记住一个公式，你在组织里的权力等于你黑箱的大小，你黑箱越大，你越不可预测，越不可预测，别人对你的决策就越需要慎重，决策越需要慎重，你就越难被替换。反过来，你黑箱越小，你越透明，别人对你的决策就越简单，决策越简单，你就越容易被替换。这是一个非常冰冷的结构性事实。可大多数人怎么做？他们不断把黑箱打开，汇报的时候打开，把所有思考过程亮给老板看，开会的时候打开，把所有顾虑摆给全部门，喝咖啡聊天的时候打开，把自己对公司、对同事、对未来的真实想法说给人家听，群里发言的时候打开，把每个细节都复盘一遍，年终述职的时候完全打开，把这一年所有的工作、所有的思考、所有的挑战全展示出来。他们以为这是在展示能力，实际上他们是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把自己压缩成纯粹的产出。一个纯粹产出型的人，价格是被市场明码标价的。今天你做这个项目拿8000，明天公司找到另一个能做同样项目的人拿6000，你就走。这不是老板无情，这是结构。在一个充分信息的市场里，同质化的产出必然走向价格战。而那些话少的人呢？他们每次汇报只拿出一角，他们偶尔透露一个信息，但从不把全局给你。他们做项目的时候，你只看到他交付了结果，但中间他怎么跟客户谈的，怎么协调其他部门的，怎么判断那个关键节点的，你完全不知道。他在你眼里是一个部分透明、部分黑色的存在，而这个黑色部分就是他的议价权。你可能在这儿会有个情绪反应，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阴？是不是在鼓励人搞办公室政治？不阴，这是2个人对自我在职场里的不同定义。第一种人，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可以被看懂的好员工，他的人生目标是让老板满意，让同事喜欢，让公司认可。这是一种以他人评价为核心的自我。第二种人，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在这个组织里保留独立性的节点，他的人生目标是让自己的选择权最大化。这是一种以自我边界为核心的自我。前者是资产，后者是主体。资产是被配置的，主体是配置别人的。所以这段的金句是：鬼谷子讲阴，从来不是教你阴险，是教你别把自己当资产卖。讲第4篇，磨。鬼谷子有2篇连在一起，揣和磨。揣讲怎么判断对方心里真正想要什么，磨讲怎么用最小的动作去确认你的判断。很多人读这2篇，
一上来就理解成察言观色，错了，而且错得很远。察言观色是一种被动反应，你看到对方皱眉，你就调整你的话；你看到对方不耐烦，你就收敛你的情绪；你看到对方笑了，你就顺着他往下聊。这是在跟着对方跑，你是反应方，对方是主导方。鬼谷子讲的揣摩是一种主动结构，你在对方还没有表露之前，就通过某种很小的动作去触发他，看他怎么反应，然后你心里有数，但你不告诉他你有数。你听懂这个微妙的差别了吗？察言观色，你是被动的读者；鬼谷子的揣摩，你是主动的出题人。原文是怎么说的？摩之在此，辅之在彼，从而应之，事无不可。你在这边轻轻一摸，对方那边就会对上信号，然后你顺着这个信号走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关键词在前两个字，摩之。你一直在做动作，你一直在出小的探针，但这些探针小到对方察觉不到，对方以为那是闲聊，那是随口一句，那是日常寒暄，但你清楚得很，那是在测他。更关键的是后面，你一直在动，但对方看不见你在动。职场里这种人存在吗？存在，而且你肯定遇到过，就是那种你永远摸不透他在想什么，但他好像永远知道你在想什么的同事。他不咋说话，但每次关键时刻他都恰好在场。他不刷存在感，但老板每次开重要会议都会想到叫他。他从不表态站队，但所有派系都觉得他至少不是敌人。他看起来温和，但没人敢轻易拿他做局。这种人不是天生冷淡，也不是社恐，他在做一个持续的系统性操作，让自己的表面温度恒定，而内部温度是他自己在调节。你对他投射任何情绪，他反射回来的都是一种中性、平稳，有点关切但不多的反应。你兴奋地跟他说你的新方案，他淡淡地说挺有意思，你回头可以再想想某个细节。你委屈地跟他抱怨老板，他淡淡地说这种情况确实常见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你焦虑地跟他讨论要不要跳槽，他淡淡地说每个阶段的选择都不容易，你发现了吗？他从来不给你一个强烈的反应。时间一长，你意识到一件事，你看不清他，但他早就看清你了。你每一次情绪暴露，都是在给他提供数据，他每一次淡淡回应，都在维持他对你的不可读性。你可能会说，听起来这人也太累了，每天这样装岂不是很疲惫？他确实累，但他只在早期累。早期你要训练自己不被情绪带走，不被表达欲带走，不被证明自己的冲动带走。这3个训练每一个都很反本能，但你一旦把这套系统建立起来，它会变成一种被动的省力模式。你不用再花力气去表演、去辩解、去证明，你只需要保持在那儿，大部分信息自己会走到你这里。反过来，看那些每天忙着解释自己、证明自己、展示自己的人，他们消耗的能量是恐怖的，每一句话都在透支，每一次社交都在透支，每一个汇报都在透支。他们表面活跃，内部其实非常疲惫，在疯狂精神内耗。所以这一段的金句是，这根本不是察言观色，是不动声色地把你周围的人都读过一遍，然后让他们读不到你。讲到这儿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是不是不说话，少表露，多观察就好？别急，这是对鬼谷子最常见的2次误读。因从来不是目的，因是手段。如果你把沉默当成性格，你就变成了闷葫芦，你变成那种一整天不说话，到月底被裁员都没人注意的透明人。那不是鬼谷子想教你的。真正的高手不是不说话，是让自己的开口变得稀有。鬼谷子在书里反复强调2个字，内服。什么意思？你外表波澜不惊，但内部的判断、信息、读数、布局在一直运转，外面是平的，里面是满的。咱们把这事放到存在感这个词上看，职场里其实有2种存在感，高频低能见度
和低频高能见度。高频低能见度的人天天出现在你视野里，群里发言，邮件抄送，会上抢麦，朋友圈点赞，密度很高，但浓度很低。你知道他在，但你想不起他上次做过什么印象深刻的事。低频高能见度的人相反，他1个月不出声，但某次关键会议上突然开口讲了2分钟，老板当场记笔记。散会之后，所有人还在讨论他讲了什么。人脑天生对稀有信号敏感，你平时零输出，突然有输出，就是稀有信号。你平时天天刷屏，今天又刷一条，那是背景音。所以鬼谷子讲的音，不是让你当闷葫芦，是让你把自己的开口权当成一种稀缺资源来管理。你平时就在攒一张叫可信度的卡，攒很久，一直攒，不轻易用。等到真正要出牌的那一刻，这张卡就是王炸。而那些每天都在用小牌的人，手里永远只剩零碎的东西。到了关键牌局，他们根本没牌可出。所以这一段的金句是：这根本不是什么性格学，是一套老老实实的供需经济学。稀缺性就是价格。讲到这儿，我得把鬼谷子那个最著名的徒弟拉出来，因为如果你光读鬼谷子，不读苏秦的故事，你就永远理解不了因和积累这2个字的真正重量。苏秦早年刚从鬼谷山下来，年轻气盛，第一站就杀到秦国，游说秦惠王。那会儿秦国还没到后来统一天下的霸主级别，但国力已经是七雄之首。苏秦讲的天花乱坠，告诉秦惠王你应该怎么出兵，怎么称霸。他觉得自己讲得很漂亮。秦惠王听完怎么反应？1个字：滚，把他打发走了。苏秦灰头土脸的回到洛阳老家。各位注意接下来这个细节，这可不是我编的，是司马迁在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里白纸黑字记下来的。他老婆坐在织机上，不抬头看他一眼，他嫂子不给他做饭，他爹妈不跟他说话。这种场面换一般人怎么反应？3种可能：要么哭诉委屈，抱着家里人的腿说我太苦了，你们也不帮我；要么跟家里人吵一架，拍桌子走人；要么转头继续出门，游说下一个国君，拼命证明我不是废物。苏秦1个都没做，他做了一件特别狠的事，他把自己关进屋子里读书。读了多久？1年，1整年，不出门，不辩解，不解释，不再去游说任何人，也不回应家里人的任何一个冷眼。这1年他什么都没说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重新校准他对这个世界的读数。他重新读战国7雄的国情，哪个国君最近得了什么宠妃，影响了判断；哪个丞相跟谁闹矛盾；哪个国家的军力刚刚打了败仗，丢了几座城；哪个国家的粮食储备吃紧，还能撑几个月。这些信息他以前零零散散知道一些，但没有系统化。这1年他把它们全部系统化了。等他再出门的时候，他对各国君主的心理、利益、恐惧、野心已经读得一清二楚。然后他开始说话，一开口配6国相印，同一张嘴，同一个人，同一套修辞，把秦国堵在函谷关外整整15年。你看到这儿就明白了鬼谷子的真正意思。因不是目的，是积累。你平时在积累，积累信息差，积累观察，积累对对方的判断，积累你对整个局面的读数。到了真正该说的那一刻，你的每一个字都有10分的分量。反过来，那些天天在说话的人呢？他们的每一句话分量是0.1，你让0.1的话说100句，总分量也就是10。而且因为太散太频繁，别人早就免疫了。他们听你说话就像听背景音乐，知道你在发声，但内容已经不进脑子了。但一个平时不说话的人，突然在关键会议上开口讲了2分钟，所有人都会停下来听。所有人，老板、同事、对手、旁观者，所有人都会停下来听。苏秦那1年的沉默，不是性格，不是社恐，不是摆烂，
那是积累，那是在往那枚即将出膛的子弹里，一点一点的装火药。这才是鬼谷子整本书最狠、最残酷，也最清醒的一个判断。沉默的价格是用说话买不回来的。咱们合上《鬼谷子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回想一下这期开头那个画面，办公室里那个话最少的人，升迁评优老板第一个想到他。你憋了一口气想不通他凭什么，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他凭的不是运气，也不是老板偏心，他凭的是苏秦闭门1年这一类的东西，只是你没看见而已。鬼谷子真正教的从来不是话术，是一套极度冷酷的供需经济学。开口是成本，沉默是资产，可读是负债，不可读是议价权。真正的高手不是不说话，是让每一次开口都被听见。我们下本书见。